大家好，这里是 Jeffrey Tech。作为旗舰手机芯片，联发科去年底发布的天玑9300可以说是打了一场不错的翻身仗。不仅 vivo X100系列、OPPO Find X7 以及即将推出的 Redmi K70 至尊版都采用了天玑9300。天玑9300在能效测试和实际体验中也完全不输同代的骁龙8 Gen 3以及苹果 A17 Pro。这其中至少在联发科看来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全大核设计，甚至在新一代旗舰芯片中，联发科似乎也打算继续全大核设计。根据知名爆料博主数码闲聊站的消息，今年天玑9400将用上ARM最新一代的 CPU 架构，代号 Blackhawk 黑鹰，而且 Cortex X5 超大核在内部验证中 ，IPC 每时钟周期指令数大于苹果 A17 Pro。IPC 是衡量芯片性能的关键指标之一，同等频率下 IPC 越高，性能就越强。同时他还指出，天玑9400也会继续全大核的策略，彻底砍掉传统意义上的小核心。不过，在大核化的显然不只是联发科，高通其实也在最近2代不断加强大核心的权重，更不用说一直都更重视大核心的苹果。但为什么联发科和高通都开始学苹果重视起了大核心？很多手机发烧友可能都还记得，2016年联发科推出了 Helio X20适合处理器，分别是2个 2.5G 赫兹 Cortex A72 大核，4个 2.0G 赫兹 Cortex A53 小核，以及4个 1.4G 赫兹 A53 小核。但 Helio X20核心数量的提高，并没有带来实际体验的提升，反而受累于过多低能效小核心带来的功耗和发热问题。实际参与工作的只有少数核心，很容易导致手机卡顿。相比之下，当年高通推出的骁龙835在口碑上就好上不少，其采用8核设计，大小核均为 K2YO280 架构，4个大核心频率 2.45G 赫兹，4个小核心频率 1.9G 赫兹，至少不用1拖4。不过比起苹果，高通还是保守了。不同于高通和联发科，苹果不需要顾虑客户的想法，一直以来就是推崇少核心、大核心的路线。同样在2016年，苹果发布了搭载 A10 芯片的 iPhone 7系列，而 A10 也是苹果从双核转向4核的开始。然而与高通、联发科的做法依然不同， A10 虽然分成了2个高性能核心和2个效率核心，但实际4个核心都是大核，在硬件上完全相同，只是通过内置切换器采取了高性能和低功耗2种取向。这种策略反映到实际，不仅是 A10 在跑分上遥遥领先，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手机体验中， A10 在高负载时拥有更强的性能和更流畅的运行表现，低负载也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功耗。简而言之就是性能更强，也更省电。到今天 A16 和 A17 Pro 都有2个高效能核心 P 核和4个效率核心1核组成，但实际相比，苹果所谓的1核更接近 ARM 的大核， P 核甚至超越 ARM 的超大核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，天玑9300的全大核就是在向苹果全面看齐，高通也是在逐步靠拢。作为高通最新款的旗舰芯片，骁龙8 Gen 3推出至今可以说是一片好评，不仅 GPU 遥遥领先， CPU 性能和能效都全面追上了苹果 A17 Pro。而在架构设计上，高通做了相当大的调整，在前代骁龙8 Gen 2已经增加大核心、减少小核心的基础上，骁龙8 Gen 3继续将大核心的数量增加到了5个，并将小核心数量削减到2个，形成1+5+2的3重机架构。频率上 ，Cortex X4 超大核主频来到 3.3G 赫兹，5个 Cortex A720 大核被分成3+2组，主频分别为 3.2G 赫兹和 3.0G 赫兹。另外还有2个主频为 2.3G 赫兹的小核。联发科这边还要更加激进，直接宣布开启全大核计算时代。在 CPU 部分，天玑9300同样配备了8个核心，但其中没有采用任何小核心，而干脆由4个 Cortex X4 超大核以及4个 Cortex A720 大核组成。相比骁龙8 Gen 3，天玑9300乍看之下非常激进，正式发布之前，外界一度很担心其功耗表现的炸裂，但实际揭晓之后，就会发现联发科真正的心思。首先，天玑9300的4个 Cortex X4 超大核其实被分为了2组，其中1个主频为 3.25G 赫兹，基本和骁龙8 Gen 3差不多，另外3个主频则是 2.85G 赫兹，频率上甚至没有骁龙8 Gen 3的大核高。其次在大核上，天玑9300的4个 Cortex A720都被限制在了 2.0G 赫兹，频率上也比骁龙8 Gen 3小核低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，
天玑9300表面上看是采用4+4的双从机架构，实则更接近传统1+3+4的3从机架构，这完全不是原地踏步。要知道，超大核在效率上要明显大于大核，远大于小核。换句话说，用超大核跑大核的频率，用大核跑小核的频率，除了性能上的提升，更实际的是在效率、在能效上的提升。事实上，在几颗观测出的能效曲面上，就能看出天玑9300相比前代天玑9200的遥遥领先。但放在几年前，我们可能还是很难想象这种变化。事实上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，从日常使用以及游戏的 CPU 调度来看，大核往往是发力的核心力量，而在 ARM 的大小核异构处理架构下，往往会宣传中小核在低负载场景下有低功耗的优势。但在实际上，与其说小核在低负载场景下有低功耗的优势，其实更多是小核无法承担中高负载，只有在低负载下还有点用。所以从体验的角度，手机芯片砍掉小核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进步。不过在背后，恐怕也有手机市场缺乏产品创新又极度内卷的原因。所以我们能看到现在手机卷屏幕曲率、卷屏幕亮度、卷相机，产品形态基本固定了，那就把现有体验卷到极致。流畅度当然是被卷的重要一环，这也倒逼着从手机厂商到芯片厂商不断优化体验，从联合研发到驻厂定制。当然，旗舰机不断上涨的售价也给手机芯片的全大核建立了基础，毕竟全大核配置的天玑9300一定要比天玑9200贵出不少。首先大家要知道，智能手机里旗舰 SoC 的大核化演进并非是一朝一夕突然做出的改动，它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技术演化过程，甚至是绕过弯路之后才逐渐演变成现在的局面。其实早在2014年就已经迎来了史上首款具备大小核设计且能全核全开运行的手机 SoC 联发科 MT6595T。 到了2015年，随着骁龙810大行其道，消费者也可以说首次体验到了制程不佳的大核 Cortex A57所可能会带来的糟糕后果。后来随着三星自研猫鼬核心的登场，它也成为了史上可能是最早的超大核设计，特别是在 Exynos 8890、Exynos 8895等 SoC 上，我们实际上相当于早早的就迎来了4超大核4小核的 CPU 设计。之后在2017年的联发科 Helio X30上，则探索了2大核4小核4超小核的3从机 CPU 架构，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。而等到2019年，随着骁龙855的登场，我们也迎来了如今广为接受的1+3+4超大核加大核加小核的 CPU 组合。到了最近这几年，一方面谷歌找三星定制的 Tensor SoC 就大胆使用了2+2+4的配置，证明了更多的超大核并不见得就会导致功耗失控。另一方面，第二代骁龙8的1+2+2+3/4从机架构也同样大获成功，更进一步证明了更少的小核也不会导致能效比劣化，反而可以在很多重负载游戏里同时带来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功耗。但不管如何，对于消费者来说，手机芯片的大核化都是一件好事。芯片厂商不需要太顾虑手机厂商在成本和营销上的要求，可以用上更合理、更好的架构设计。同时，手机厂商也在逐渐从 benchmark 的迷思中走出，更诚实地面对用户体验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你对于手机厂商集体转向大内核架构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。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。我们下期再见。